2022年，湖南岳阳4名男子在保护区内钓鱼，后被群众举报。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这4名男子正用泥鳅做诱饵，捕获感逾118斤，当场被逮捕。国家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活泥鳅做诱饵，这4名男子却无视法律，为何泥鳅钓鱼屡禁不止呢？泥鳅钓鱼的危害究竟有多大？泥鳅钓鱼这种钓鱼方式大概是在2014年兴起的，那时候钓鱼界有着泥鳅钓鱼3天钓空一个水库这样的说法。当时四川一位大哥最先尝试这种钓鱼方式，一开始其他钓鱼佬都不相信用泥鳅能钓上来鱼，将泥鳅放在水里，这是在钓鱼还是在放生做好事呢？泥鳅不得全都跑光了，泥鳅可不便宜，30多块钱才能买1斤，这要是钓不上来，30块钱也是打水漂了。这位大哥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他并没有直接将泥鳅投放在水中，而是用2锅头进行浸泡，等泥鳅出现半死不活的状态时，再将它丢进水里，这样既能避免泥鳅逃跑，又可以利用酒的香气来吸引肉食性鱼类。利用这种钓鱼的方法，这位大哥当天就钓到了几十斤的鱼，其中不乏价格高昂的肉食性鱼类。从这之后，泥鳅钓鱼法在钓鱼界彻底火了起来，不少钓鱼佬都做出了尝试，甚至进行了改良，用最低的成本钓最贵的鱼。当时都说3天能钓空一个水库，这并不是夸大其词。这种钓鱼方法流行了2年多，直到被相关部门发现后才被禁止。与此同时，其他活体钓鱼方式也一并被禁止。显然，湖南这4名男子的做法是不符合规定的。湖南4名男子因用活泥鳅钓鱼被捕，泥鳅钓鱼究竟有什么危害呢？钓鱼本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娱乐活动，而这些钓鱼佬却用活泥鳅做诱饵，钓上来118斤赶鱼，这足以见得用泥鳅钓鱼的效率有多高。这些用泥鳅钓鱼的鱼佬被统称为泥鳅党。泥鳅党在前些年非常猖獗，是钓鱼圈内最让人痛恨的一类人。活泥鳅钓鱼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。一开始，这些泥鳅党会用2锅头对泥鳅进行浸泡，后来他们研究出了各种方式，甚至使用敌敌畏让泥鳅半死不活，随后直接将3、4斤的泥鳅全部扔进水里，水中的鱼类吃了这样的毒泥鳅后很难存活下去。在泥鳅钓鱼最盛行的那段时间，有些钓鱼团伙1天就能钓到几百斤的鱼，而这些毒泥鳅最多在10个小时之后就会死亡。水中有不少以腐肉为食的鱼类就会误食这些毒泥鳅，一部分体型大点的鱼类吃了这样的泥鳅不至于有太大影响，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体型较小的鱼类来说，简直是灭顶之灾。不仅如此，这些毒泥鳅在水中死亡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散发出腐臭味，时间一久，水体也会受到污染，进一步影响这些水生生物的生存。而食肉性鱼类的减少，最终会导致水中生态失衡。相较于食草鱼类，食肉性鱼类的生长速度本身就比较慢，数量也比较少。如今食肉鱼类大量被捕，那么食草鱼类就失去了天敌，疯狂增长。不管从哪方面考虑，泥鳅捕鱼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。泥鳅捕鱼3天钓空一个水库，危害如此之大，为何屡禁不止？不难看出，泥鳅捕鱼的效率确实非常高。就拿湖南岳阳这4名男子来说，他们一次就捕捉到了118斤的赶鱼，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数字。赶鱼在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便宜，只需要投入少量资金购买泥鳅，轻轻松松就能日赚千元。正是因为有了如此高的效率和利润，才有不少人无视法律，铤而走险，在明知泥鳅捕鱼已经被禁止的情况下，还冒着被捕风险顶风作案。其实他们之所以如此大胆，不仅仅是因为泥鳅捕鱼效率足够高，还有一方面原因是泥鳅捕鱼隐蔽性足够强，一般情况下不会被人发现。他们也摘掉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，因此往往会选择一些偏远的水域，很少有人出没的地方捕鱼。一旦被其他人发现，他们就会直接将渔获、诱饵甚至是渔具全部丢进水里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很难将这些泥鳅党捕获。正因如此，他们才这么猖狂。然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这些泥鳅党只是抱着侥幸心理，一旦被抓获，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即使相关部门已经加大了看管和处罚力度，这种现象还是屡禁不止。就在2022年10月，警方在四川某地抓获了2名泥鳅党，在被缴获的82斤渔获中，一大部分都是翘嘴鱼、鲑鱼等鱼类。此2人最终面临拘役、罚款。他们既然选择铤而走险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